Oxwhite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白衣服，我们问了超过200万个人，200万，对，在 Facebook 的广告，我们 reach 到200万个人。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这一期的专家内幕环节。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一位电商达人，这位电商达人呢，他在开卖他的产品前2个礼拜，就直接有6万人跟他预定有意购买哦，而且开卖当天1天里面就已经卖了6000件。请问大家有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有如此大的魔力，如此大的吸引力，能够在1天里面卖6000件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影片。我们有请 CK from Oxwhite。嗨，大家好。CK 很感谢你今天来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哈。首先，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跟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啊？你为什么会来做这个电商，而且为什么会来卖这个产品这一块呢？先说起吧，我本身呢有超过10年在实体店的这个销售的模式，在实体店里面工作。那么呢，在这10年的当中呢，我看着市场的变化，怎么从实体店已经改换去这个网上的这个商业的一个模式。那么当中我看到这个网上的商业模式呢，可以带来很多对消费者有益的一些那个方法那包括呢当中是怎么在online 这个网上店可以减掉不必要的成本，包括销售模式这个直接怎么从厂家这个销售模式直接到消费者。那么因为我有10年的经验在这个传统行业呢，那么我看到以前很多不需要的成本都挂在那个消费者的身上，那么这个网上的销售呢，可以直接把这成本省了下来。对啊，就是要开店啊，要在又开店，然后对开店也要装修一笔啊，租金啦，存货啦，那么还有那个店面的装修还有那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分销商经销商，这些的成本都可以省下来，都可以直接回归给顾客。那么 CK 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在这一个网上卖之前，他们一定都有一个实体店的，比方说他实体上卖衣服，然后他才把它搬上网上去卖。对。但是为什么很少有像你这个 Oxwhite 这样子的例子能够没有实体店，没有在之前有任何的品牌知名度，而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就直接树立成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品牌。那么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铺陈，让你可以开始在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还没有做这个产品之前，其实我们在产品就找到很大的这个顾客的痛点。怎么是说顾客的痛点呢？就是说我们决定做这个百衬衣的时候呢，我们是去了国外很多个国家，欧美、日本都去做考察。那么我们发觉到一点，就是说在东南亚这边要找一个很好的衬衣其实很难。那么欧美的大品牌往往在我们的国家呢
卖得非常的贵，可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品质，可是当地的产品呢，很多品牌都没有达到国际的水准。那么我们是想要如何把欧美的大品牌的品质加上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以一个亚洲人能够接受的价钱，以这样的一个生意模式卖给我们的消费者。对，这么我们开始是先找到这个顾客的痛点。也对哈，我们在市场上的确是很难找到这一块东西，但是在你找到痛点了，然后你决定在网上卖，在网上卖的这一个途中呢，你有没有说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啊？比方说一开始，你是怎样子开始从没有到让所有人都认识你的品牌，一直到他们来跟你买？对。难题多了，说起来，因为这一块东西其实首先说吧，难题有什么？第一，一般的男性都没有在网上买衬衣的这个消费习惯。好我们说是衬衣对。第二，如果有的话，都是他们熟悉的品牌。对。那么加上，如果你再叫一个没有上网买衬衣的习惯，再叫他等4个月，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几乎是不可能。那么你怎么把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做成可能呢？就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个分享我们公司理念的这个途径，告诉大家这个品牌的故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使命，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东西，这样为什么我希望把这么好的品质的衬衣呢想分享给更大众这个产品，那么我有什么的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我踢过的挑战，那么今天我想做这块东西，需要大家一起集资来 support 我们。那么 CK， 刚才你也是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说，怎么样子让大家先预定了，还要等4个月后才能拿到货，而且还让大家那么的期待，那么的有一点像开礼物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而且你们是通过怎样子的方法来达到这个效果呢？首先说预购吧。其实预购这个模式呢，不是我们当初想做百衬衣的一个模式来的。我心想只想做一个非常好的百衬衣的一个平台，一个商业的模式。可是呢，当我知道百衬衣是生产这个好的百衬衣是多高的成本以后呢，那么再加上一个网上的一个 markup，这件白衣要卖得很贵，那就不能实现我当初的理念，就是想把一个很好的衬衣，很价廉物美的一个好衬衣卖给大众，人人都有一个好的白衬衣。对。那么我当中呢就有这个挑战，那么怎么做呢？那么其实我最后呢是被 AirAsia 这个 Tony Fernandes 他的生意模式有了这个启示，因为如果航空公司以几亿的飞机能够预购它的机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大众去预购我们的衣服？因为当我在这个领域做调查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在这个服装业那个盛产，就是 excess inventory 是服装业里面最大的问题。那么 that's why 一个好的产品它要这么高的价钱，当中呢，它因为很多剩的产品，它需要把它除掉，所以它的盈利里面呢是要算出包纳那些已经要除掉的产品。那么今天我们做 Oxford，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通过预购。那么只有通过预购呢，我相信它是能够把最高质量的产品以最合理的价钱卖给大众。那么 CK， 你有了这个预购模式，你也有了你的故事，你的这一个你想要做的这个初衷，对，那么棒的一个初衷。那么这一个其中的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一块的时候，你是花了多长时间啊？还是多少的功夫啊？我觉得，因为我总相信是什么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对吧？是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成就，一定是有它的后面的原因。你们到底你觉得你们做对了什么？
对 ，OK， 首先可以说成这几块吧。产品呢，我们先找到顾客的痛点，而且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国内国外都做考察，而且我把这个衣服做懂它，因为我不是来自这个服装行业，我对服装一窍不通。那么呢，我也搞懂了找谁生产。那么最后那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呢，去怎么把这个销售模式把它体现出来。而且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呢，就做 market validation。就是说，什么是 market validation 呢？就是如果今天我通过 Facebook 我去做广告，如果我想做一个这么棒的产品，你们有兴趣买吗？如果有兴趣买的话，请你输入你的 email，当我们产品 launch 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跟 market 去认证，到底这个产品有没有人要，有没有人有兴趣？因为当中虽然我们找到它的痛点，我们也找到生产商，可是未必顾客愿意在网上购买，或者他需要买百衣。那么你在设定你的价位啊，你要卖多少啊，还是做预购模式的时候，也是通过一个，比方说一个页面这样子来开始卖吗？对呀，因为当初在还没开卖的当天这5个小时前，其实只是一个 web page。都没有，我们叫 landing page， 都在 landing page， 都没有产品，都没有价钱，都完全没有透露，就是知道会卖69块，可是产品的 detail 都没有透露，就是 launch 的5个小时前，那些购买者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 size。什么样的关于具体的那个产品的资料？哇，这个好特别哦。因为很多人他们要开始卖的时候，还是会先说，我有卖什么颜色啊，我有怎样子的裁剪啊什么。但是你是在卖他们的痛点，他们的需求。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哦。对，完全这个整个生意模式呢，不是我们因为冲着 e-commerce做而做，我们是先找到一个很强的这个消费者的痛点，那么我们再针对这个消费者的痛点，找一个适合我们的商业模式，那就是 pre-order。因为 pre-order 说起来当初是很少人做这一块东西，而且是在服装方面，要活变通了。对，那么主要都是顾客的痛点，主要的是你想的理念是做什么，那么这2个结合后呢，你的生意模式就出来了。那么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这个 landing page 的这一块，你们是一面的这个 landing page， 还是你们是有尝试了很多面，然后才来看哪一面的 landing page， 哪一样的说法，哪一样的卖法，人家比较吸引到他们的关注，所以你们到最后才决定是这一个，是这样子吗？是的。其实我们品牌故事呢，大纲已经有了，可是我当初呢，我们找了5个 copywriter 去跟我们去写这个故事，因为我们总是要找一个故事的大纲和那个语言的写法呢，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对。那么写的回归我们后呢，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 teaser，可能就是一个短的 teaser， 就从 Facebook 开始跟我们的客户做 engagement。那么当中那些 post 的 click through 比较高，我们就把它 remain， 再修改，前后照片我们修改超过300多次。哇，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所以几乎就不是说，我有一个产品，我有一个故事，那么就放广告啊，放了广告然后就有人进来。对，所以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后面的努力，就是说我们没有 assume 哪里一个东西可以 works， 我们都是通过今天有的科技 Facebook 给我们的这个方便，我们做了很多的 validation，就是往往这 validation 让我们成就了今天successful 的这个成功的 Oxwhite 的 launch， 这样子。非常棒。假如说我今天我有另外一个概念，我有一个产品我要卖一张椅子，我就写这个故事，我就在写这个Oxwhite 的好像你们的 pre-order 的这样模式，对，在做 launching 的话，你觉得其实会不会也同样的成功？
其实每个人的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好吗？因为我们在做 Oxride 的之前，这个虽然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白衬衣，可是在生产过程里面其实最困难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免烫纸，而且我们用的是美国最好的一个 Supima Cotton，就是全世界只有1%的那个棉纸是来自美国这个 Supima Cotton。当我们挑战用这个质量材质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厂家给我们很大很大的 MOQ， 就是最低生产量。那么为了达到这个最低生产量，所以我们预购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个很浓厚的兴趣。那么 that's why 我们的 definition of 成功过关吧，其实我们一开盘，我们最低也要卖出5000件，没有的话，我们根本这个生意做不起来。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模式，你一开始的战略，你就已经设计成，我就是要卖这一个数目，所以你就倒转过来想的时候，那个整个战略啊、模式啊，几乎都已经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像你说吧，因为我们要卖5000件衣服，那么以传统的 conversion 虽然我们就要5万到6万个 sign up， 那么当初在 launch 之前，5-6万个 sign up 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指标，不是卖多少件，因为我知道当我达到5-6万个 sign up， 对我们产品有兴趣，那么它自然会引到我们的 sales。那么跟做移植，比方说你刚才举的例子就很简单，如果移植是没有 MOQ， 你做1张也可以卖，那么可能你的 sign up 不用这么多，在你个人的定位也不一样，这跟你想达到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比方说今天，我就比较很容易大家理解的一个方式，如果今天想一想，如果张学友要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其实做 product launch 跟开演唱会真的是很相似。如果张学友要卖2万张的这个 concert ticket，他一定要招200万个人，对，跟他说，张学友要来了，而且他是半年前、1年前他就做出这样的推广，对吗？所以为什么每次张学友一来，他都能够在当天把他的那个门票都卖光，而且是抢过，因为1天里面就卖光了。对，前面要下足的功夫很多。对，就是他1年前或者半年前，他已经召集对张学友有兴趣的人，让他们跟电台、媒体都配合了，就推广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做 Oxride 也一样，因为我们要卖5000件，所以我一定要筹5-6万个人过来。比方说有一个人想开的是10个人的演唱会，这样他可能招100个人就可以 definition 成功了，因为100个人他10个人来就 OK。所以这个跟你们要达到个人的目标，都很息息相关。你目标多大，你的筹备功夫就越足。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分享。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CK， 你假如说现在今天要给电商们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忠告的话，会是什么？我不敢说是忠告，我是说，从 Oxride 呢，我们得到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分享呢，给大家就是说，做产品之前，你要 launch 任何产品，请你先 validate。不是问亲朋戚友，也不是问你的父母亲，也不是问你太太老公，也不是问你的闺蜜，而是直接向你要target 的 audience， 通过 Facebook 也好，通过 WhatsApp 也好，谁是你的客户群，是吗？问他们，如果我今天想做这个产品，你们有兴趣参与吗？Oxride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白衣服，我们问了超过200万个人。200万？对，在 Facebook 的广告，我们 reach 到200万个人，我们才筹到5-6万个 email。那么实实在在的我们 Oxride 走了过来，就希望把这个已经 proven 成功的这个 track record，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希望更多有兴趣创业的人经过对的途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你们卖9毛9，所以这么多人 sign up。你们卖69块，很多人 sign up。其实那只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观众先聚下来，
好，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东西，我也很感谢你们 Xhelper， 你们做的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更容易去用你们的平台，去帮忙他们 validate 他们的 idea，去 launch 他们的 idea。因为你不要忘记，你要做有些产品是不能预购，可能是你要投入产品之前，最重要是什么产品都不需要投入先问问，如果我想做这个东西，你们有兴趣吗？观众有兴趣吗？如果观众给你的是很热烈的反应，跟你很多的互动，我觉得你这个产品或你想 launch 的服务就是 on the right track，因为你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一个痛点，用户的痛点，那么这个是做生意里面最基本的条件。对，非常非常认同。很感谢CK 今天为我们分享那么多的忠言，那么多的知识哈。对。那么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 Oxride 现在正在卖的，或者是他们正在跑的一些 offer 的话，大家可以关注 Oxride 的 page OXWHITE Oxride 的 Facebook page， 或者是上他们的网站。有兴趣再了解更多关于网络行销、电商种种之类的专家内幕的知识，请留守我们的 Expert Insight 专家内幕。我们下期见，拜拜。